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已经把我们 My Fantasy 的东西通通都搬过来咯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就是我们打铁的区域，就是放在这个沙地上的地方的铁针，然后我们打铁用的道具，然后我们的淬火盆下面的话就直接放一格水，这样子要补充的话直接现场捞就好了，然后用淬火盆挡住。然后呢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找地方放啦。然后我们的之后的熔炉的话也会放在这个地方啊。然后这个合金炉我就开了一个独立的小区域给我们这个 Crucible。那之后会升级成特殊版本的那个 Crucible， 所以会需要一个独立的区域。然后呢，室内的话呢，就是一些用不到火的东西啦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东西都归类之后，看起来就很整齐其实也是蛮乱的啦，但就是乱中有序。然后呢，我在2楼的地方就放了一张床然后顺便把地板加高了一下，因为之前是那个凹下去的嘛，我觉得平平的比较顺眼然后我另外呢，也让我们的物流员多了一份工作。就是呢，他会从我们的仓库拿这个煤炭跟木炭来这边补充，所以他会保持我们这个桌位有至少64个煤炭或64个木炭的量，因为我用最多就是这2个啦。那之后如果还有需要其他的物资的话，就一样透过我们的物流员就可以来随时补充我们的现货。好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 My Fantasy 大概也是时候要往下一个世代迈进了吧。我们进入铁器时代已经好一阵子了，也差不多准备来升这个钢器时代但是升钢器时代的话，就会多需求一个特殊的材料，然后这个材料也是挺少见的。那我们会需要就是这个 Kaolinite 或叫高岭石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之后我们要做这个防火砖需要的关键素材啦。那这个 Kaolinite 的话呢，它出现的层数是 y 等于48到72格之间，其实还蛮窄的，比那个 Limestone 就是石灰岩还要范围更小，而且它本身出现几率就已经很低了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因为它是72以下嘛，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去山区的话，根本就找不到，因为山区随便就超过72了，所以我发现可能要找天然洞窟会比较好找吧，所以就是我绕了一圈，想办法去找天然洞窟。可是好巧不巧的是，因为我有装这个 RTG 模组，就是它会让地形升得非常的天然自然就是比较平啦，就是山很高，然后地很平这样子。而且它似乎也有刻意的让这个天然洞窟变得比较少见。那当然是有啦，可是我很有趣的是，它天然洞窟好像都会刻意的生成在这种树林之间，所以你一定要深入这些森林里面才找得到那些天然洞窟。基本上外面这些草原都几乎没有任何的天然洞窟。所以如果真的这么难找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配套措施啦，就是用挖掘的方法，就是你可以做一把好一点的 hand pick， 或者多做几把这个烂一点的 hand pick， 然后呢就到这个地层下随便找这个石头挖。那它应该是只能用就是普通这种石头，不能用鹅卵石吧。比如说我们搭配这连锁挖矿我就这样挖一下，哎呦对，那我应该是要用那个 tunnel 模式，这样它才会挖一条只是挖一下就快爆了，所以可能要自己准备一下这个 repair 工具。假设你做的这个 hand pick 还不错的话，可能用个修复工具会比较好。然后把它切成 tunnel 模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边挖隧道，然后一边挖。我就挖到一个 Kaolinite 啦。可是即便用这个方法，你能够挖到的几率也是很低很低，就是基本上可能是出现率最低的其中一个素材吧。对，虽然很低啦，但这也是比较保险的做法，起码比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天然高岭石还要快多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就是想要先来做这个 My Fantasy 的 Furnace。那这个 Furnace 顾名思义，
顾名思义就是进阶版的原版熔炉啦，但是它这个除了原版熔炉的功能之外，也是来取代我们之前这个 Bloomery 锻铁炉，也就是我们之后烧那些原矿就不需要再用这个 Bloomery， 直接丢进 Furnace 就可以烧出那个 bar， 其实就跟原版熔炉差不多啦，原矿丢进去，然后就直接烧出锭。只是它那个锭的配方都不被锁起来了，所以就要用它自己模组的 Furnace。那我这边准备的是3份熔炉的材料，因为毕竟不太好做嘛，所以我想说就多做一点。所以我们就先换上我们的这个衣服，然后我们的铆钉放进来然后呢3个应该是这样子放吧，其实有点忘记了。对，这样子，然后铁板。3份熔炉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新开张的这个铁匠铺来做这些事情。好，完成3个熔炉。好，那这个熔炉的话，打算放在哪里呀？我决定就直接放在室内，就是这个烟囱的背后。因为我就假定说，这个熔炉它也是会生烟嘛，会产生烟，所以我们就刚好贴在这个烟囱后面，就等于是排烟。虽然实际上可能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这边非常空旷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把熔炉接在后面。那它这个熔炉的话，跟原版熔炉不一样，就是除了它是这个要2个方块，比如说下面要放一个加热器，然后上面再放这个熔炉之外呢，它还会需要加上这个防火砖围绕在它旁边所以我们发现我放错了，应该是放这样子。那加热器、熔炉，然后防火砖的话呢，要围3个，然后上面也是围3个，然后最上面再1个，所以光是一台熔炉就需要这么多防火砖才够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套熔炉，不过它允许你可以把多个熔炉并排在一起，所以我这边才做的比较多。做总共3套。对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节省一些防火砖，然后同时有比较多的熔炉。那它这个要怎么用呢？就是很简单，下面放我们这个燃料在下面，然后呢，它会一直的消耗燃料，然后让它慢慢加温，然后到达目标温度之后呢，就会持续的燃烧我们的燃料，为了保持它那个高温嘛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有温度了，我们上面就可以来烧这些矿。你可以烧1个，或者是最多4个一起烧那它这个就是原版熔炉的意思啦，直接把这个原矿烧成我们的这个金属 bar。对，它是烧成金属 bar， 然后烧出来的话是没有温度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。然后随着它的温度越高，它这个烧的也会越快，到后面是真的很快。然后呢，随着你放入的燃料不同，也会影响到它这个烧的温度。比如说我放木炭的话呢，木炭的温度它设定上会比煤炭还要再高一点。然后你也可以放这个原版的烈焰感，烈焰感会更高。然后甚至你也可以放岩浆桶进去。岩浆桶的话就直接满了，直接爆表温度。可是岩浆桶你要自动化放入的话很麻烦，而且它如果温度越高的话，就是燃料消耗会越快啦。比如说你放那个烈焰感你会看到它那个燃料会用飞快的速度在消耗，所以感觉用煤炭或木炭还是比较实际一点啦。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要维持它的温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虽然说它温度高了之后，速度就真的很快，比原版熔炉还要快，但就是燃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我的想法可能就是之后我们可以自动合成这个煤炭嘛，因为我们有这个魔法农作物就让 NPC 可以自动合成煤炭之后呢，再靠 NPC 自动的帮这个补充煤炭。对，就是物流员，我们可以叫他直接把煤炭放进这个 heater 里面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无时无刻的补充煤炭，这样我们就随时都有这个温度刚刚好的熔炉可以使用啦。那我们一边准备这个防火砖，顺便也来研究升级我们的 Crucible 好了。
所以我猜应该是这个东西吧，也只有这个了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进阶版的 Crucible。好，4个新的防火砖，这边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来造钢啊。第一步骤就是要做我们的高炉。那高炉的话，当然也是要这个防火砖，还会需要2个，一个是 furnace heater， 又是加热器的话，还有这个 furnace chamber 本体。啊，这个加热器的话只会需要1个。但是呢，我们的 chamber 它可以往上叠很高啊，因为叫高炉嘛。那最多的话可以叠到16个 chamber。那它这个是可以去 config 改啦，看你要叠多少个都可以，但预测就是16个啊。不过我们目前的高岭石不够让我做到16层，所以我看我能做多少层就做多少层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总算可以来盖我们的高炉啦。那我就在铁匠铺的旁边开了一块地啊，然后用栅栏简单的围起来。因为这个高炉其实挺危险的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可能会被烧死。而且它不只会烧到人，它也会破坏附近的方块。虽然它是有方法可以回避掉那个破坏的效果，那我们先用它 intended 的方法来盖一次吧。那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稍微高出地板一点点的地方，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容易被它喷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最下面地方放一个 crucible， 随便一个 crucible 都行，然后才放我们的 heater。那这个是预设模式，如果它预设是 hardcore crafting 嘛，就困难模式的话，就一定要用 crucible， 它才可以把那个做好的金属接起来。那接起来的话，它是熔态的，那就会需要用那个模具把它装出来。啊，如果你把那个困难模式关掉的话呢，它烧好就直接是那个 bar 可以直接拿出来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在这个 heater 的4个角落要放上这个防火砖，然后呢上面就是开始接我们的 chamber。那 chamber 的话呢是4个边要放我们的防火砖。所以接下来就是看你能够叠多少啦，我这边应该没办法叠到很多，看起来我刚刚好只能接到1半的量而已。好，所以有跑酷模组就不会摔伤。好啦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之后要做事情都要爬到最高处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准备个梯子，会这么高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加一个细管的这个烟囱啊，因为我们之后要放那个燃料啊跟矿物的话，都要爬到最顶才放。然后如果刚好它在冒烟的话呢，你一上来就会吸到黑烟，所以这边放个细管的烟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测试看看它的性能如何吧。啊，那我下面也加了1盆水。我们之后接到这个熔态金属就可以就近冷却，就不用再拿到其他地方冷却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来烧那个铁吧。那我们这个要造钢的话呢，我们的铁矿要经过处理。那它的配方的话，这边也有画的样子。对，你要拿这个铁矿，然后跟 flux 去合成。除了铁矿之外呢，也可以拿就是你用 hand pick 随机挖到的一些小矿，你也可以拿来做出这个 prepare iron ore。但是看起来就只能用这个矿才能做出这个造钢前的原料，你没有办法拿已经变成铁锭的东西返还回去，就造最顶层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只有8层嘛，所以你一次最多就是你就直接把它放进来。去比较左键也可以，所以它最多就是放8个进去。然后呢，燃料一样，它会自动的分配好，就是每一个 chamber 都会一个矿加一个这个碳。好，那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到下面去。接下来就是 heater 的部分 ，heater 就是实际来加热的部分。然后这边 heater 的话呢，跟我们之前的 furnace 很像。
就是你的燃料只要一放进去，它就会不停的消耗燃料，不停的加温，不停的烧，然后大概我稍微计算一下，就是每消耗4个碳的时间，它就会喷火一次。那喷火的话是它在泄压，泄压之后呢，就会把它烧好的那些金属熔态金属就会导入到这个 crucible 里面。啊，就是已经变成 pig iron 了，所以我就放4个碳进去让它烧。好，然后它一样是会喷出那个黑烟的，但是它的喷黑烟看起来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天气模组的影响啊，所以它的黑烟会牵丝。哦，泄压了啊！我刚刚好像有点算错，也不是算错啦，它差不多4个煤炭。或者是4个碳，那有的时候多一点，有时候少一点，所以我又多补充了1个，就刚刚好，然后它就泄压。泄压完之后呢，我们对它这个 pig iron 就跑出来了。我再来玩一次好了，这次要看到它喷出来的画面。哦，喷出来了啊！然后你看它那个泄压的火焰喷得很远啊，我这个围的范围可能都不够大。好，所以就是喷出来之后呢，我们那个 pig iron 就一定要用那个模具才可以把它装出来。那么模具在这边，那我有需要用身上不知道要不要穿防火衣啊？我们这边呢就可以把这个 pig iron 给接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近在这边冷却了。那我刚刚有说有一个偷吃布的方法，可以来回避掉它这个火焰喷射的危险。就是呢，它的火焰喷射，如果你是一般的 entity 啊，生物实体的话，碰到会着火，会受伤。那如果是你想要用方块阻挡的话，大概这个4格到5格空间，它的火焰喷射被阻挡的话，会产生爆炸啊，会炸掉方块，都不是好方法。可是呢，我刚刚说这个 entity 啊，碰到的话，是会受伤，但是不会产生爆炸，所以说我就干脆借力使力，就直接做出这个稻草人。原本只是想试试看啊，结果发现真的有效。你把这个稻草人直接挡在它的这个出口，然后重点是啊，它的火焰喷射只要先烧到一个 entity 之后，就不会再继续往后面喷了，它就会被挡住。但也因为它是 entity， 所以不会产生爆炸。哦，你们看到稻草人挡住了火焰，那稻草人是不会死掉了，所以它就可以一直帮我们挡，一直帮我们挡，就会非常安全。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后面的东西被烧到啊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就有点太无聊了，所以我就是只是给大家分享看看一下而已。我自己应该是不会用稻草人挡住了。好啦，所以我们有了 pig iron 了，那这个只是做钢的前哨站。我们要造钢的话呢，还会需要再来研究我们的 pig iron， 应该就是 pig iron 啊。那我们要把它加热到这个1200度，就我们要先把它敲成 ingot， 然后才能做研究。那 pig iron， 然后拿去研究一下。好啦，所以他这个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我研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造钢啦。然后把刚刚那个音给敲回来，然后再搭配这个碳粉，就敲出 steel bar 啦。OK， 那一样呢，我们来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的钢针啊。来，那这个的话无关乎品质，所以随便敲一敲。耶，这是我们的 T3 等级的这个铁针钢针啊，然后把它这个夹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来替换掉啦。哒啦 ，Stone Anvil 啊，不过这个旁边这个铁针啊，其实以后可以来做其他事情啊。对，就是没有要处理高级的金属的话呢，它也是用得到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做钢制的工具。因为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就先做个锤子就好了。好像有机会哦。
哒哒，第一个钢制的工具诞生啦！耶，我们进入了钢器时代咯。那我们有了钢之后呢，接下来要做的一些比较高级的合金，都是以钢锭为基础，往上再合成上去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我们的铁矿、原矿的需求量就很大啊。但我们还是有一个偷吃步的方法，可以绕过这个铁原矿的步骤。这时候呢，又是我们的 Ancient Warfare 啦，因为我们 Ancient Warfare 它也有钢锭这种东西。那 My Fantasy 好像可以跟它通用，然后 Ancient Warfare 的钢锭的配方异常的简单，就是拿一个铁锭跟一个煤炭合成就好了，你也不用什么机器，就是你只要 research 结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透过任何的工作台，然后就可以合成出钢锭了。然后呢，这钢锭的话应该。对吧？看它上面都有这个数值，所以应该是可以直接拿去烧成，就是给 My Fantasy 做使用啦。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。对，它可以加温，所以它已经转换成 My Fantasy 的钢了。所以之后我们要做的什么黑钢啊、红钢、蓝钢或往上更高级的钢，就只要用 Ancient Warfare 的造钢方式就好了。